A10代号邮柱的空中猛男，同时也是服役超50年的美军功勋攻击机。但今天我们或许要真正向这头空中猛兽道一声永别了。美国空军正式宣布，最后一批 A10C 攻击机飞行员已经完成了结业训练，这便意味着从今往后，美军再也不会有新鲜血液注入这支传奇部队。A10的机队正式进入了只能减不能增的等死倒计时。那么这架为平原装甲决战而生，却在反恐战争和中东战场上大杀四方的空中坦克，到底经历过怎样彪悍的实战洗礼？为什么空军的四星上将们恨不得立刻把它拆成废铁，拿省下来的钱去买 F-35，而前线的陆军士兵和美国国会却死死护着他，连续10几年拒绝他退役？真正的告别往往都是悄无声息的。根据 The Aviations 的报道，就在今年4月，隶属于美国空军第357战斗机中队的最后一批学员正式拿到了他们的毕业证书。这个中队可不是一般的作战单位，它是美军 A10飞行员最核心的正式训练单位。几十年来，无论是初出茅庐的菜鸟飞行员，还是从其他机型转飞过来的老手，都要在这里接受极其严苛的低空飞行以及机炮射击训练，最终被淬炼成坦克杀手。但现在这座兵工厂的大门永久地关上了，哪怕美军内部也将这场毕业典礼伤感地形容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只因纵横空中半个世纪的 A10也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按照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既定时间表，没有了新飞行员的培训机制，现役 A10只能靠着现役的老飞行员苦苦支撑。随着飞机的机体寿命达到极限，以及老飞行员的逐年退役，这支曾经让苏联装甲洪流胆寒的机队，必将在未来2-3年内无可挽回地走向萎缩，直至2029年彻底除役。可是为什么一架刚刚在中东战场上证明了自己不可替代性，还能用极高性价比猎杀伊朗无人机和快艇的战机，非要被强行送进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的飞机坟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半个世纪前，看看这头油猪当年是被美国陆军用怎样的恐惧和鲜血给硬生生逼出来的。上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爆发，当时的美国空军正处于高空高速核打击的狂热氛围，所有的主力战机设计，如 F-101、F-105，甚至是划时代的 F-4，都是为了投掷战术核武器或者在10000米高空进行超音速空战而准备的。但是当这些造价高昂、飞得极快的喷气式战机被派到越南的热带雨林里，却遭遇了灾难性的水土不服。F-4飞得太快，它的失速速度极高，根本无法在低空慢速盘旋。飞行员往往还没用肉眼看清地面上哪里是友军，哪里是敌人，飞机就已经以超音速掠过了交火区。依靠早期雷达和无制导炸弹的高空盲炸，极易造成惨痛的友军误伤。而且它太费油，在战场上空根本待不了几分钟就得返航。1965年，一架 F-4的单小时飞行成本高达$2000，相当于今天的2万美元以上。用这么贵的超音速战机去炸几个隐藏在树冠下的机枪阵地，简直要把财政部逼疯。被逼无奈的美军只能把2战末期留下来的老古董道格拉斯 A1 重新拉出来凑数。A1 载弹量大，能在天上慢吞吞地盘旋很久，非常适合舔地，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物理缺陷，太脆了。首先是螺旋桨飞机的速度太慢，且没有任何装甲防护。在越南茂密的丛林中，面对敌人的苏制 12.7 毫米高射机枪和23毫米高炮火力网， A1 简直就是慢动作的活靶子。整个越战期间，美军竟然被极其简陋的轻武器击落了多达266架 A1 攻击机，步兵在泥潭里流血，老式飞机在天空中像苍蝇一样陨落。面对这种极其尴尬的常规对地攻击能力真空，加上美国陆军当时正准备大力研发 AH-56夏研重型武装直升机来抢自己饭碗，空军怒了。为了保住军种预算和对地支援的主导权，1966年，美国空军痛定思痛，正式启动了 AX 计划。麦克纳马拉下达了死命令，必须造一款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量身定制的低成本战斗机。它的核心物理要求有4点：必须拥有摧毁苏联重型坦克的恐怖直射火力，必须皮糙肉厚，能硬扛苏制23毫米高爆弹的直接命中，必须飞得足够慢，能在战场上空盘旋几个小时不加油，必须便宜好修，能在泥泞的前线简易跑道上随时起降。最终，菲尔柴尔德共和公司拿出了一个长相极其怪异的方案，彻底击败了诺斯罗普的 Y-9，而这架不修边幅的钢铁怪兽就是 A10雷电2。
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 A10，那么最贴切的便是飞机长在机炮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其他的战斗机是先有了机身气动布局，再考虑把机炮塞在哪个角落，而 A10的设计团队是先在图纸的正中央画了一门史无前例的巨炮，然后再围绕着这门炮拼凑出了飞机的座舱、机翼和油箱。这门炮就是由通用电气公司专门为其研发的 GE-8A 复仇者7管30毫米旋转加特林机炮。在我看来，它或许是人类航空史上装备在战术飞机上体积最大、重量最恐怖、威力最残暴的机炮系统。那么这门炮到底有多夸张？如果把它连同无链供弹系统和巨大的弹鼓从飞机里完整拆出来，它的总长度超过了6米，占了 A10 整个机身前部将近一半的空间。系统总重量逼近 1.8 吨，整体体积相当于一辆经典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为了把这个庞然大物塞进机首，并且保证开火时巨大的后坐力不会让飞机偏航，工程师们做出了一个极其反常规的气动妥协。他们把机炮的开火炮管精准地对齐了飞机的中轴线，结果就是原来本该在机头正中央的前起落架没地方放了，只能被迫向右侧偏移安装。这种为了火力而牺牲对称美学的设计，在世界航空史上绝无仅有。至于 GE-8的威力，实在对得起设计师们的妥协。它的巨大弹鼓里单次最大可携带1174发30毫米炮弹，这些炮弹专门为了击穿苏联 T-62和 T-72坦克的顶部装甲而研制，主打一个物理超度。另外，美军还为它配备了臭名昭著的贫铀穿甲弹和高爆燃烧弹，每一发贫铀弹的大小都堪比一个大号的玻璃牛奶瓶。贫铀材料的密度极高，并且在击穿装甲的过程中具备四锐效应，即弹头在穿透时不会变钝，反而会不断剥落边缘，保持尖锐。穿透装甲后，贫铀碎片会在坦克密闭的舱室内引发极度高温的自燃，瞬间把坦克成员烧成灰烬，并引爆弹药库。加上这门机炮由2台液压马达驱动，极限射速达到了极其惊人的每分钟3900发，也就是每秒钟能喷吐出65发重型穿甲弹。当 A10 在低空以30度角俯冲开火时，炮弹的初速远超音速，所以地面上的敌军会先被从天而降的贫铀弹雨撕成碎片，然后才会听到那雷鸣般的枪管撕裂声。正如战场上一直流传的一个公理，如果你听到了 A10 的开火声，恭喜你，你已经安全了，因为你不是它的目标，真正的目标连听见声音的机会都没有。有了最锋利的矛，还必须配上最厚实的盾，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战术特性决定了 A10 必须在几十米到几百米的超低空进行舔地飞行，这个高度正好是敌方高射机枪、小口径高炮以及便携式防空导弹火力网最密集的死亡地带。为了保证飞行员能活着把飞机开回来，设计师在 A10 的座舱周围包裹了一个约540公斤的钛合金装甲澡盆。这个钛合金装甲澡盆的装甲厚度从 12.7 毫米到 38.1 毫米不等，它不仅把飞行员的下半身和躯干严严实实地包裹在里面，还延伸保护了关键的飞行控制系统组件。这层装甲在设计指标上能够直接硬扛23毫米穿甲弹和高爆弹的连续直接命中，这在现代所有脆弱的喷气式战机中是独一份的防弹礼遇。当然，如果 A10 只是一架只会低空俯冲、用机炮盲目扫射的牦牛，它早就被现代战争淘汰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防空导弹的普及， A10 也在进行着深刻的技术进化。从2005年开始，直到2011年，美军耗资数十亿美元启动了精确交战计划，即将所有的 A10A 型攻击机全面升级为了数字化的 A10C 配置。这一波升级堪称是脱胎换骨，曾经满是密密麻麻仪表器械的模拟座舱被彻底推翻，换上了2个5×5英寸的大型彩色多功能显示器，操纵系统则换成了结合 F16 飞行杆和 F15 油门杆的 HOTAS 系统。飞行员的手不需要离开操纵杆，就能通过各种按钮完成极其复杂的武器选择和发射。更具战略意义的是， A10C 获得了挂载最新一代高精度智能武器的能力，它不仅能投掷传统的无制导铁炸弹，还能精确投放 GDAM 以及专打装甲目标的 AGM-65 小牛空地导弹。2010年，美军甚至给 A10C 的飞行员配发了头盔安装式综合瞄准系统，飞行员只需要转头看向地面的目标，瞄准吊舱和导弹的导引头就会自动随动并完成锁定。至此，这头原本粗犷的油猪彻底变成了一名具备全天候夜间精确打击能力的数字化猎手。不过遗憾的是，升级后的 A10 虽然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中一战封神，摧毁了伊拉克900多辆坦克
和2000多辆装甲车。但随着大国竞争时代的到来，他面临着被退役的绝境。在五角大楼高层看来 ，A10 没有隐身能力，飞得太慢。在面对中俄部署的 S400等先进中远程区域防空系统时 ，A10 一旦靠近，就是防空雷达屏幕上巨大的火把子，生存率极低。空军迫切地想要把维护 A10 机队的军费砍掉，转移去购买造价高昂的 F-35隐身战机。尽管前线步兵拼死保卫 A10，认为 F-35飞得太快，内部载弹量太少，机炮备弹量严重不足，根本无法提供 A10 那种让人安心的长时间的近距离低空火力压制。但最终，美国国会还是批准了空军从2023年开始逐步退役 A10 的计划。然而，国际局势却跟国会开了一个玩笑。2026年，中东战火重燃，史诗狂怒行动爆发。在这场冲突中，美军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对手不讲武德，大量使用造价极低的见证者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像狼群一样游荡的小型武装快艇。如果美军使用 F-35或 F-22隐身战机，发射单价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美元的 ARM-120中距弹，或者爱国者去拦截，将迅速耗干美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库存。在长期的消耗战中，美军在财务上将被彻底拖垮。在这种急需低成本、高火力密度拦截手段的需求下，濒临退役的 A10 机群被紧急从美国本土基地抽调出来，跨越大西洋，火速杀向中东前线。它飞得慢的缺点在这里变成了绝杀的优势，它能轻松把速度降下来，与慢吞吞的自杀无人机保持同频伴飞。喷气式战斗机因为时速限制无法做到的慢速瞄准 ，A10 可以从容不迫地完成。更绝的是，为了追求极致的性价比，美军为这批 A10 挂载了 AGR-20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这套系统极其天才，它仅仅是在库存成堆、极度廉价的70毫米无制导火箭弹中间加装了一小节激光引导组件，瞬间就把瞎子火箭变成了精度极高的激光制导导弹。一枚 APKWS-2的成本不到3万美元。A10 飞行员通过瞄准吊舱的激光照射，准确锁定伊朗无人机，然后发射这枚廉价火箭弹，将其凌空打爆。这种轻松写意的打击方式，彻底扭转了美国的防空成本劣势。此外，在宽阔的霍尔木兹海峡海面上，面对伊朗自杀快艇的蜂群战术 ，A10 那门30毫米的 GAU-81 机炮展现出了恐怖的绝对压制力，每秒60发的贫铀弹倾泻而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将薄皮的小型武装艇撕碎并化为火海。不少人认为这是 A10 的浴火重生，但根据国防授权法案，美国空军必须在近期向国会提交 A10 在2029年全面除役的正式简报。让我们回到视频开头的问题，为何前线的士兵会连续10几年拒绝 A10 退役？理由很简单，当战场上充斥着几万美元的无人机和快艇时，造价上亿美元的 F-35显得过于娇贵，且消费比极低。A10 却像一辆永远可靠的皮卡，只要定期维护加满油，它就能用最简单、最便宜的方式持续提供毁灭性的战术支援。对此，我想帮美军老兵们问一下，在淘汰掉最后一只油猪之后，当未来的战场再次充满低成本的消耗性威胁，当地面步兵在泥潭中绝望呼救时，那些高高在上的弹药携带量可怜的隐身战机，真的能完全填补 A10 留下的火力真空吗？好了，本期关于永别美军 A10 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现代战争中专职的低空近距支援攻击机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如果 A10 彻底退役，美军的步兵火力支援将面临怎样的危机？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不见不散。